我想艺术家做很多东西应该是直觉吧。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，我觉得最高的境界是什么？叫做神来之笔，因为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笔会这样出现的。为什么要用陶瓷做东西？因为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古琴的声音，我就有那种莫名的感动。那个感动后来发现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是直接的那个弦跟木头的共振的那个声音在感动你，所以是音色而不是音乐在感动我。同样的道理，材料本身就是我的内容，光是呢材料本身我就已经感动到很多了，就是因为我被感动到，我把我感动的东西用我的方式再表达出来。台湾那时候很兴盛陶瓷，所以我才会有接触到陶瓷嘛。我好像心里有一个东西想要做，跟陶有关系，但是一个立体的东西。我就住纽约住了30年，是那个 energy 有一个那种气场在。我以前想做的东西，我第1年全部都做出来了。1991年嘛，就在研究所的时候，那时候做的作品跟现在做的事实上差别不大，但是那个环境在纽约那个环境很奇怪的，就让你自然而然。我并不是说碰到哪个老师特别好还是什么，不是这样，就是那个环境就是一个，所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去纽约的原因，就是有那股力量。因为艺术创作，我觉得原创性是最重要的。我的一些 inspiration 呢，从哪里来？后来我都最常去的 museum 是 Natural History Museum， 所以那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那个考古，所以我就常去那边看。我很喜欢发手，就是一些化石啊这些东西。但是自然再美呢，也不是艺术，艺术一定是 man-made。一定是人造的东西，所以你问到说为什么我有很多加入其他看起来像是有机的啊，是机械的东西，是一个人造的东西的呈现的时候，那时候开始觉得说那是一个创造出来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有人的 touch， 有一些人的东西。陶瓷的作品有一些开口啊，或者是缝隙。做陶瓷的时候，至少要有个小洞，你要封面就整个炸掉。后来你就看到那个洞也很有意思，你就把它 enhance， 就是把它增强了，那就变成表面上的一个东西，对啊。只要有个东西有个小洞，那就 become very inviting， 就是人家看到就觉得是里面是什么东西，有一些神秘感或者，但是这不是我的 purpose， 但是那些东西就出现在我的东西里面。那也暗示着里面是中空的，有一个 inner space 的 issue 在里面。我用了很多木材跟陶瓷，那也就是在自然历史博物馆，你仔细看这么多东西，最原始的人类使用到的最多的2个材料是什么？陶土跟木材。我是选用最 soft， 就是 pine， 就是松木。因为它最松、最轻、最容易制作，但是它跟我的陶瓷的肌理是最像的。我用的所有这些陶土呢，是低温陶，它没有烧结，烧结就变成很硬的，就没有毛细孔了。但是低温的烧起来就是像砖块啊，你用水倒下去，它会吸水啊，那就是低温的陶瓷。那后来我越来越喜欢那样感觉，是因为它跟人的肌肤越接近，就像人有气孔会呼吸。那我选择了材料木材，就是 pine， 就是最 soft，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喜欢它很柔软的那一面。这一批2025年去年我做的这一批，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在形式上跟技巧上，我自己觉得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突破。这些平面作品基本上跟我的雕塑是有点直接的关系的，可能是从我一些 thumbnail 一些草图上面
然后再转换成立体，但是也不见得是直接的关系。毕竟绘画还是绘画，那因为我以前念的是绘画，所以我对平面的还是有一些掌握的能力。因为我很怀念在做绘画的感觉，因为制作雕塑跟做绘画是很不一样的方式。刚开始作画的时候，有一个 critic 就跟我讲说：“你这个不应该叫 painting， 你这叫做 flat sculpture， 就平面的雕塑，因为的确有很多肌理在里面嘛。”但是渐渐的，我事实上我是想要再回到绘画的处理方式，所以现代的人做艺术不应该用材料来定义一个艺术家嘛，是你可以换个材料，但是你的 central idea 还是一样的。所以虽然说在我的雕塑里面你也可以看到绘画的成分，但是事实上在我绘画里面你可以看到雕塑的成分，就是两个是有一点点互相走来走去的。就像我说，我这一批作品做到最后30年来的作品，我大概知道我在当代陶瓷这个领域，包括这个材料，我觉得我已经抓到我要表达的东西，大概已经有90%以上了。另外一方面，我是最早是做绘画的，所以我希望再回到绘画，做一些更多的挑战的东西。在我的做了30年的陶瓷雕塑之后，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平面的东西有什么可以继续做的，所以这就是我将来会再继续做下去的东西。